刘亦菲取一个飞，余承东取一个程，非诚勿扰。你说你送个充电器，结果还忘了，天天熬夜看你这个1点、2点、3点的发布会，是真的顶不住。Okay, good. (括弧啊，之前来过的就不要来了。See you next year. 我摸你呀，你摸我，大家一起摸苹果。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过去一周，科技圈很多好人好事和主播一起来表扬一下。你好，我是大爷，欢迎来到科学表扬。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我们的串联上。如果觉得主播瞎编，可以把忍住了以后思维打在弹幕上，咱们抓紧开始。时间飞快，2025年1季度已经完事儿了，1/4 25%过去了。来给大家自己的1季度打一个分数，满分100，你给自己的评价多少分呢？而科技圈的速度呢，也是更新非常快的。本月小米苏7上市居然已经1周年的时间了。回想去年小米苏7上市之前质疑的声音、担心的声音还是非常多的不过过去一年这个成绩呢是有目共睹，席卷车圈也让小米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来大家给小米苏7过去这一年打一个分数，满分100，你的评价是多少？你要问我我肯定不能给满分而且呢，我还觉得有些吐槽的地方啥意思呢？这都过了1年了，雷军你这车为什么越欠越多？该交得交北京千车王说的就是你但是呢，我估计这个未来难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小米预期它来了。来吧，同学们问大家一下这两辆车苏7和预期摆在你面前的话，如果是你来买，你会优先选谁选轿车苏7打1，选 SUV 预期打1盖？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有同学表示你为什么叫预期？记得当初雷总雷军说是叫另外一个名字。的确，我们来看一下预期如何读。那雷军说的是就直接读 YU7 Y7，还表示发布的时候会详细解释为什么这样命名。来问大家，你觉得这个 YU7 为什么这么命名看一下同学们的解释。说到这儿想起之前的节目，咱们反复提醒大家，这个 YU7 一定要读标准，千万不能带口音，你可不能读成 YU7，这容易引起矛盾。当然这是开玩笑是吧？你也不知道他会怎么读。我估计可能小米也听到我的这个议论了，觉得这个 YU7 的确可能引起歧义。所以最新消息就在今天，小米汽车官方宣布，什么 YU7 没有，我们小米 YU7 的真正名称为小米预期，表示的意思陆地战车御风而行来问大家一下一个是小米 Y7 一个是小米预期，你更喜欢哪个？喜欢 Y7 打一个1喜欢小米预期打一个2。我们导演解释 Y 年轻人 U SUV 第一辆 SUV 苏7。好估计这个应该是官方名称了毕竟是蓝威发的。仔细看一下外观过去一周的话呢，雷军也是在5大校园进行了预热，拍摄了一些质感非常出色的广告。5大校园的樱花呢是全球闻名，确实漂亮。而我们仔细来看轮毂这边也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这套外观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轮毂这边和首发认证的轮毂就明显不一样。最后提醒大家一下，YU7呢我说错了是预期。这台车它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标准的532布局，近期要购车可以关注。说起雷军呢，还想起了前2期节目咱们聊到雷军呢开会提出了建议希望新能源的车牌进行颜色的调整，希望把现在这个渐变绿的配色改成其他的颜色来问大家你是否支持改掉这个新能源车牌的颜色呢？你希望改成什么颜色？看一下同学们弹幕。的确有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浅绿色的牌，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点子。有同学表示都不喜欢绿牌，那咱们可以改但是呢，这个大量的设施都是根据现有的油车的蓝牌、新能源车的绿牌都是根据这些牌子进行设计。你这冷不丁一改成别的颜色，比如说改成红色牌子、黄色牌子，那容易乱套所以这位网友建议电车换成油车的蓝牌，油车换成电车的绿牌这个同学我这哪来同学给我撵出去。继续看车圈，仰望 U7 本周重磅车型发布，官方定义超级4电旗舰轿车。别的不说，我们先看价格，62.8万以及70.8万。仰望品牌过去一年咱们详细聊过包括 U8、U9 都是100万级别的豪车。这次呢 U7 定位在豪华轿车价格呢也相对亲民，来到了60万元的级别，相对于之前的 U8 和 U9 的确便宜了很多。来问大家如果你想买一辆轿车，你心目当中的预算上限是多少钱？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本次 U7 呢搭载了3大核心技术首先呢是说白了地盘云辇 Z 车身控制甚至是可以跳舞。接着是 E4 方4电机独立驱动，能够实现非常多夸张甚至极限的车身操作。第3个呢是本次新发 2.0T 水平对置发动机，注意这是全站自研正向研发，所以简单说这是一辆由技术力所驱动的轿车。仰望这个系列呢，感觉其他的不说就是比亚迪大量的先锋性的技术都首发在仰望品牌里。有同学表示你这能不能说点表扬对吧？节目不是科学表扬吗？你这说点正经的。关于这个外观的确呢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一些争议。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说讨论归讨论，争议归争议，外观见仁见智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很怪。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你在这台车上很难找到别的超跑的样子。看这台车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比较怪，但是你很难说它是山寨了谁。怎么样主播表扬的这个角
角度是不是很清奇？这个没有山寨谁，这也是值得夸的，是吧？不过呢，以往有一个魔咒啊，叫纯电超跑都卖得不好。远望旗下呢，当然也是 U8啊，还是爆款啊，也期待 U9和 U7能够取得突破。接着我们来看华为本周的重磅消息啊，准确的说是刘亦菲和余承东。关于他俩这个事儿啊，咱们已经聊了好几期了啊，从娱乐圈啊又来回到科技圈以及车圈。过去周呢，余承东和刘亦菲啊终于见面，进行了一次对谈，主要呢是聊刘亦菲代言的智界 R7。你看给余总乐的，这表情，难怪啊，就我去我也乐是吧？那么当天啊，他们两个人的装束啊，大家觉得如何呢？满分100啊，可以打一个分数。有网友表示啊，看到刘亦菲啊穿的这身装束啊，突然想起一个歌词来：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是吧？还有同学表示，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在哪儿能看着啊？这个就是一档介绍车的直播节目，你在各大平台呢可以搜一下。不过它确实还没有什么名字，咱们可以尝试给它起一个名。过去几周，娱乐圈啊有个谣言啊，说是他俩正在处 CP， 各大媒体一顿传。后来呢，余承东亲自辟谣，说没这个事儿啊，根本就没见过。没想到啊，第2周就见面了。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们可以帮余总起一个节目名字，既能说明节目，又能够实现辟谣的愿望。那么咱们起名啊，既然是2个人，就一边取一个字，刘亦菲取一个菲，余承东取一个承，节目名字就叫做非诚勿扰。勿扰啊，正好是表示这个没这个事儿是吧？不要瞎传了。那这场直播里边呢，也有很多好玩的看点是吧？以前经常说这个余承东啊大嘴，这不是我说的啊，余总他自己也说，有人说我叫余大嘴。原来呢，我还觉得不至于吧，看了这场直播才发现真的是有细节。余总呢，当着刘亦菲的面啊，直接就开大，说我记得我看你的片子那都是20多年了，第一个片子是你演的什么金粉世家，不是咱这个唠嗑这也太直男了是吧？哪有当着女生的面说年的这个事儿的啊？工作人员都傻了是吧？不过呢，好在啊，刘亦菲也没当回事儿是吧？还表示赞许啊，确实啊，20多年了啊，当时还在主演后来的花木兰。查了一下啊，刘亦菲出道较早，16岁就主演了多部知名影视剧，前面吧还只是直男言论，到后边就越来越夸张了。余承东直接问刘亦菲啊，你知道我们品牌的口号是啥吗？不是，我说余总，你这像极了你们公司领导上班问你啊，公司的企业精神是啥？不知道以为刘亦菲要入职华为。这两天我看各大营销号的评论又嗨起来了，出现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这些营销号都疯了。余总这回彻底解释不清了。这个东哥为了见偶像啊，特地造了一辆车叫智界 R7。还有同学表示，这不是广大网文短剧的啊专属题材吗？这不是这什么？我再次啊替余总他们辟谣一下啊，没这事儿。好，话说回来啊，这里边呢我也得说一下啊，余总还是有点问题的。那根据互联网的信息啊，刘亦菲呢过去这些年一直在使用华为的手机，而且呢还都是华为的老款手机。所以呢，我个人判断啊，在这整个节目，余总是不是得送点产品？结果呢，各大媒体报道啊，余承东呢的确带了3份礼物，而且呢说都是在华为门店买的。但是我仔细看了全场直播，礼物是买了，压根儿就没送，并且呢看了前面买礼物那个过程，你会发现余承东他买的既不是手机，也不是车，他买的是充电宝和数据线。你说你这玩意儿，我这也太直男了！你高低送个新款的手机，送个小折叠屏啊，或者送台车，变相也是给自己产品做广告。你说你送个充电器，结果还忘了。注意啊，本周余承东不光见了刘亦菲，还见了李斌，也就是未来掌门人。两人啊参加徽商大会，合体出镜唠嗑，而且呢约好了啊，这余总呢要测一测未来的 ET9啊豪华轿车，而李斌呢要测一测尊界 S800，探一探啊对方的实力。李斌呢还特地表示啊，让咱们一起加电。余总回答，让我们一起加油。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我要是李斌，我就得问了，我们都加电，这余总你怎么还加油呢？我估计余总来说，我们那是增程车啊，可以加油。说完了华为的好消息啊，来看一些压力比较大的关于鸿蒙系统。多家媒体报道啊，华为的 Windows 电脑停止供货，或将使用鸿蒙操作系统。具体内容呢，就表示受到阿美利卡的制裁影响啊，微软啊 Windows 那家母公司将在4月份停止向华为供应 Windows 11的正版授权。既然许可证要到期了，那你猜未来华为的 PC 硬件将会使用什么系统？外界传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当然就是 Linux 操作系统，第二个呢是直接使用鸿蒙的平板电脑的系统，第三个呢是重新自研一个桌面端的操作系统啊。1、2、3，看一下大家伙对于华为电脑的判断。我们导演说，既然已经不允许 Windows 11的授权，有没有一种可能来点别的授权，或者来点根本就不用授权的系统，比如 Windows XP？这都什么导演？这都是。既然说到微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款软件啊 ，OneNote。各家都有心烦事啊，来问大家一下，有没有用过微软 OneNote 的用户啊？用过打1啊，没听过打一个2。微软为了力推 Windows 11啊，所以呢 OneNote 啊 Windows 10的版本呢就要停止更新了。但是呢，由于很多人他就不喜欢 Windows 11啊，还想用 Windows 10，那怎么办呢？所以微软啊将故意降低 OneNote 啊这款笔记软件的同步速度，哈哈，怎么样？没想到吧？一开始啊，我还以为这个媒体是不是传言报道错了呢？所以啊，我还特地
验证了多家网站，最后呢，我干脆跑到微软的官方网站去查看了一下，微软说得很清楚啊，不再接收新功能，并且从2025年10月份开始终止支持，我们将不再提供一系列的服务等等啊，整了半天是真的。你说你停止就停止，怎么还能让老软件变慢？这是谁出的主意呢？这微软它就喜欢在奇怪的地方发力啊！你这好的不学，你学让老设备变慢，哈，这招传统异能。来看任天堂 Switch 2的详细消息。之前我们一期节目已经详细分析了 Switch 2的方方面面。在接下来的一周，4月2号，任天堂呢将会举办见面会，带来更多 Switch 2的发售信息。从目前汇总的信息来看，任天堂2将于今年6月份正式发售啊。实际上说白了也是应对暑期的需求。而对于游戏主机最为重要的软件阵营的部分啊，今年任天堂会分3个阶段来推出。首先呢是伴随任天堂 Switch 2在6月份首发的一系列第一方大作，包括马里奥赛车在内，预计呢将会有1到2款第一方大作以及3到4款第三方重磅作品。不过呢，传言说啊，绿帽子啊，也就是塞尔达将不会首发伴随。而在第2个阶段是暑期结束之后，就是10月到11月份，那个时候呢，销售可能会稍微迎来平稳期。预计第三方厂商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开发时间啊，一些重磅的第三方的游戏软件也会在这个期间登陆。而第3阶段呢，则是在年末圣诞节假期，此时呢会有第2波的第一方任天堂大作登陆。来，我问大家一下，你觉得 Switch 2在6月份上市的时候会比原价加价多少啊？注意，我不是问的原价啊，而是问加价多少。目前的首批发售地区啊，并没有大陆地区也没有行货的消息，所以呢，预计首批只能是从海外代购。我看一看你会加多少钱的？有没有咱们粉丝是日本的啊？联系我一下子是吧？给我们代购点啊。那么之前咱们也推测了一下啊，预计呢官方价格可能是2900元人民币，这是根据以前产品定价猜测的。那如果有日本粉丝联系咱们，可以帮我代购一下2500日元啊，我绝不少你1分钱，是吧？我可以提前转给你吗？上哪儿找这么良心的主播去，是吧？有愿意花2500日元给我代购的同学啊，欢迎联系我们一下。另外呢，就像我们上期所分析的那样，多家媒体呢已经确认啊 ，Switch 2将会确认新增 C 键功能。那么这个 C 键啊，将会支持12人的语音聊天，也就是右下角这个按键啊。这个 C 呢，大概率就是 chat 啊，聊天的意思。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 cheat 作弊金手指的意思啊，现在看不是，是 chat 聊天的意思。以后呢，咱们玩到动情处啊，就可以一键聊天啊，开启语音和对方友好的交流，对吧？问候对方全家。预计啊，在4月2号见面会之后啊，就有可能开启预售啊，当然开卖是在6月份。咱们大家在发售之前，大家还可以猜测一下，你希望 Switch 2增加哪些功能呢？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看完 Switch 2啊，当然要看 Switch 1代。这2天还是有人在问啊，说主播我要不要买1代啊？甚至还有同学问要不要买国行版本的1代啊？我说你这是真勇士啊，没有你胆这么大的。国行1代它已经停服了。当然啊，并不是说1代呢就完全没有可玩性了啊，相反啊，它上面有大量的游戏啊，数千款啊，可玩性还是不错。如果你已经有1代了啊，也不用特别着急加价去抢2代啊，毕竟2代游戏也不多嘛。本周直面会里边呢，任天堂还宣布将会给1代啊继续更新游戏啊，比如说10年前的经典 IP《节奏天国》，比如说已经开发了几年的时间啊，《密特罗德4：银河战士》，这些作品呢都会在2025年末以及26年初上市。所以根据往年经验啊 ，Switch 1代啊至少还有个2-3年的生命周期。这个周期呢就是指会有新游戏上市，而且呢根据传言 ，Switch 2代推出之后呢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过渡期，此期间所推出的游戏啊大多会同时推出1代的版本和2代的版本，所以呢1代的用户啊不用过分担心。另外本周啊任天堂再次改变业界啊，啥意思？推出了数字卡功能。注意啊，这和咱们数字账号下载游戏不一样。这个数字卡啊是一个虚拟卡的形式，它呢可以不完全绑定账号。你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呢存在你的机器里面。以前啊要想给别人玩，那只能在那边登录账号啊，或者是家庭绑定。现在不用了，你可以把这张游戏啊虚拟的形式啊卡的形式面对面的传给对方。官方动画呢就是从一台机器里边蹦到另外一台机器里去。当然前提是必须是好友的机器、家庭的机器啊，2台机器呢还要做一个连接啊 link。这个游戏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借出的游戏卡在14天后啊自动归还。就是你把卡借出之后，你自己这台机器上面这14天玩不了了，对方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在14天内，而且也不用登录你的账号。这个大家应该能够听明白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内向型的玩家来说很友好啊。以前被人家借走了游戏卡就不好意思要啊，久而久之都忘了。现在借出去14天，他玩完了自动就回来了。各大银行卡啊，金融机构能不能推出这样的功能呢？可以签个协议是吧？我借人家钱啊，约好了借14个月，14个月之后他自动把这个钱就划回给我，这样好不好？同意同学可以W。打我干嘛？14个月之后，他要是还不起钱，自动联系各家银行贷款，给我还回来。这功能银行肯定乐意干的。要不说任天堂改变世界。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我们经常说有些榜单不公平，有钱就能上是吧？出钱就给上啊。有一个榜单确实给钱他就给上啊，没错，那就是全球富豪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25年全球富豪榜，排名第一的还是埃隆·马斯克，排名第10的是微软的比尔·盖茨。而财富方面，马斯克呢，过去一年啊，财富增长了82%，目前呢已经来到了3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而全球前10大富豪里面9个啊都在美国居住，唯一的法国呢是 LV 集团啊，做奢侈品的。那你猜啊，中国的2025新任首富是谁？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来看。2025 Top 20，那排名第一的是张一鸣，今日头条、抖音；排名第2的钟闪闪，卖水的是吧？第3的是小马哥。而排名变化最大的则是雷军，直接提升了17位，来到了全国第8位。过去一年啊，雷军的净资产呢翻了114%。除了熟人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行业。全球前10位主营业务啊，除了位于法国奢侈品 LV 集团之外啊，其他的大多数都是高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啊，或者是金融公司。简单来说啊，就是虚拟的软的。而国内前10除了互联网公司之外啊，还有包括像养生堂、宁德时代。而前20里面呢，还有像比亚迪、李锦记、牧原啊，类似这些实业公司。来啊，大家预测一下啊，未来更多的富豪他们是来自于做实业呢？可以打一个1，是来自于做软件啊、做虚拟的、做互联网的，打一个2。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总结榜单啊，多数富豪呢，相比较于2024年，身价呢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啊。就简单总结，就是越有钱的人他就越有钱。这个榜单啊，我是翻了半天啊，最后总结出这2张。其实呢，后边我一直在往后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的名字，我还以为是印错了。后来想了想，如果有我的名字，那才是印错了。你心目当中安卓阵营最像苹果的手机的是哪个品牌？大家可以打出它的名字。本周啊 ，vivo 发布了多条信息，注意都是官方信息发的啊。vivo 表示我们2个型号正好平替 iPhone 的 Pro 和 Plus 2个尺寸。这我还仔细看了看，到底是不是官方信息啊？发现是。vivo 表示不装了，我摊牌了，就是要比一比谁更像苹果。有同学表示不信是吧？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vivo 官方发出的视频。Smiley faces, pictures of your pet, even though you don't tell me anything, you are still in my head.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Vivo Park. 今天来总部，只干一件事，找产品经理爆料 X200S。iPhone 破壁流转。vivo X200S 告诉你，苹果和橘子全都要。X200S 推出了全新的功能破壁流转，顾名思义，就是苹果的电话我不仅能用 vivo 接，信息我能用 vivo 接，通知来了我还能用 vivo 接，而且这个互联啊不只是信息上的共享，还可以共享位置。这种破壁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不经意间将2台手机触碰到一起，它俩竟然弹框了。苹果上拍的 Live Photo 竟然也可以直接传到 vivo 里，不仅能传照片，还能传文件。而这样的果位操作还有一个，那就是苹果的备忘录，点击分享就能够直接给 X200S。而且啊，这种破壁还是深入的，手机与 Mac 互联后，手机里的日程、原子笔记都可以同步进去了。原本只有苹果生态上能实现的功能啊，现在 vivo 也能实现了。这时你拿出了 AirPods， 你会惊讶的发现，它竟然还能支持空间音频，是不是苹果橘子大统一 ？vivo X200S 即将发布，敬请大家期待。怎么样？看完了 vivo 的宣传视频，有没有发现哪些亮点？这视频一开始就绷不住了，是吧？你看 vivo 为了拍摄一个像苹果的宣传片，它甚至造了一个苹果一模一样的总部大楼。什么叫用心？你看这宣传片的运镜，我宣布最像苹果的宣传片的那就是 vivo 了。来吧，满分100啊！大家给 vivo 这波学习苹果的操作打一个分数，你打几分呢？手机没记住就记住产品经理说的话了，你看人说多清楚就是苹果的电话是吧？什么碰一碰了、流转了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当然我个人建议就好的咱们都应该学一学，不应该是 vivo 学苹果是吧 ？vivo 好的地方，苹果你也可以学一学嘛。比如说产品的主讲人，咱们以后苹果发布会也可以来点美女主持人。你库克我不是不让他上就是你该上，该打个招呼打招呼。Good morning， 你聊完天之后，对吧？讲到具体产品的时候，换点你们的那个产品经理来，天天熬夜看你这个1点、2点、3点的发布会，是真的顶不住。OK。Good 括弧之前来过的就不要来了。 See you next year。应该说呢，从宣传片来看就像产品经理所说的 ，vivo 这次破壁是非常深入的，几乎能看到流转苹果 iPhone 的所有功能vivo 的手机全都有了，的确还是让人相当期待的是不是苹果和橘子的大统一？难怪 vivo 手机的操作系统叫 Orange OS， 在这儿等着咱们呢，早有预谋来吧，大家觉得vivo 这波强行兼容苹果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呢？能打1不能打2，看一下大家伙的判断。这产品经理的意思是不是 vivo 以后要推出子品牌橘子手机？弹幕表示说，主播你是不是被迷惑了双眼？花了半天了，就这节目就一点吐槽都没有吗？当然是有的。来，严肃点不要再笑了。在节目里面vivo 呢流转了一段信息圆周率给 iPhone， 注意看
这个笔记的信息。你要说别的啊，主播可能不太了解。你要说圆周率，我感觉纵观全网没有比我更懂的了。没发现问题吗？啊 ，vivo， 你仔细看3.1415926，注意看数值，真正的数值啊是3.14159265358，直接搞出来了5356，逼死强迫症。大家伙小时候背的是这数吗？觉得主播观察的够细致啊，可以打一个细啊，不是可以打一个6是吧？敢放圆周率，这不是撞我枪口上了吗？我看弹幕谁打细，得给我拉出去。看到这里啊，你就会发现是吧？厂商现在都不装了，就是要比一比谁更像苹果。咱们测了这些机器里面啊，至少是 OPPO 和 vivo 这两家已经明确表示要摸着苹果过河。库克表示，到底谁要摸我们？反正过去这几年啊，有的厂商摸着苹果过河，有的厂商呢摸着华为过河。如果是你的话啊，你希望这些厂商摸谁呢？可以打出他的名字，我摸你呀，你摸我，大家一起摸苹果。苹果在模仿苹果大赛当中只获得了第2名啊。来看苹果最新的消息 ，iPhone 17 Air 相比较于苹果自家旗舰的常规升级，猜测这一代 iPhone 17 Air 的超薄机型会引起更高的关注度。目前呢，已经根据 CAD 泄露的数据啊，出现了模型图片。这边我们对比一下 iPhone 16标准版，能够看得出来厚度缩减了非常的多，确实还是相当惊人的。还比较不出来的差别，你可以仔细来看，哎，对比较于硬币，这个比硬币那可薄多了。来吧，同学们啊，你们是否会考虑买这么薄的机器呢？会打一个1。还是会考虑比较厚的旗舰机型，打一个2啊，看一下大家伙的选择。咱先说清楚啊，机身变薄肯定是有代价的嘛，比如说电池变小了，性能要变弱了，机身的刚性呢也会稍微差一些。但是薄啊，那是真的看着帅。打版的模型这些呢，主要是给保护壳啊来做适配。那从样式来看呢，应该还是会正常搭载 MagSafe 磁吸充电模块，几乎呢就和 Type-C 接口啊内部平直的位置是一样的厚度啊，确实是够薄。功能区域呢都是一样的啊，包括音量电源和 Action 按键。当然，镜头部分呢就变成了1、2、3啊3段式的凸起。最后还是回顾一下全家福，镜头部分1个、2个、3个、4个、5个。苹果的设计师啊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麻将。最后大家还是给 iPhone 17全系列的设计以及升级的变化打一个分数，满分100，你打几分？看完硬件，抓紧看系统。苹果 iOS 19，咱们详细聊一下。首先呢，苹果官宣 WWDC 25开发者大会啊，将在本年度的6月份，就是2个月后的6月9号正式召开。哪些详细信息咱们提前分析？首先当然是 Siri 加入 AI。早前呢，苹果是宣布将会在4月份带来包括中文 AI 在内的所有信息。但是我这白高兴了半天啊，近期呢我们在官网再去找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推测的话呢，中文 AI 可能会在4月份发布，但是未必会发布行货版本。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苹果的 iPhone 搭载行货版本的 AI 辅助助手会在什么时间呢？你可以打在弹幕上，可以打月份，也可以打年份。接着就是系统的重大变化了。目前呢，苹果使用的当然还是我们传统的 iOS 系统，从当年的 iOS 7扁平化到现在啊，这也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啊，10多年的时间一直变化不大。但是预计本年度将会迎来重大的变化，就会变成圆形。注意看，这是 Vision OS， 也就是苹果眼镜所搭载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特点就是所有图标全都是圆形的，所以从最新爆料来看 ，iOS 19呢就会采用大量的圆形图标。目前呢，业界已经带来了相当多的预览图片。iOS 19，科技美学啊，第一时间带你上手体验。整体界面采用了和 Vision Pro 头显一样的圆形图标，这也是苹果自 iOS 7以来又一次图标重大改变。小组件上呢也使用了毛玻璃特效，质感相比较于之前有了一定的提升，也和6月份的 WWDC 25宣传海报相呼应。看设置界面，这也是圆形图标，而且整体界面比之前的 iOS 18大了很多。苹果的 Apple Music 也有了专辑的滑动动画，想起了当年的 iOS 6。重点看相机界面，和以前的 iPhone 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界面呢简洁许多，常用功能集中在下方，只有拍照和录像2个主选项，拍照更容易上手。这套界面呢是来自海外大神所做的预览版，怎么样 ？iOS 19的设计你满意吗？点击频道啊，我们一起关注 WWDC 25苹果开发者大会，到时候第一时间为你上手 iOS 正式版本。简单说呢 ，iOS 19所有的图标全都变成了圆形，这是最明显的变化，包括所有界面里的图标、分享的图标，大量的圆形引入，内外 R 角也更加的和谐，而上方的这些通知栏、菜单栏大量引入了半透明毛玻璃的效果，分享界面啊能够隐隐的看到背景的画面。所有的操作界面呢都有这种半透明的效果，从侧面来看，它就好像悬浮在你的屏幕上方一样。怎么样？这套 iOS 19的设计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吧。总结2点啊，第一个圆形图标，
第二个，半透明界面。说到这儿，不仅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的Windows Vista 当年就是你看半透明的毛玻璃界面，圆形的小组件，还有领先业界的后台任务栏。微软表示，苹果你也有今天啊！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了啊！不知道屏幕上这些厂商，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如果下周还想看到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疯狂表扬各家厂商，赶紧点播关注。我是南岩，这里是科技表扬，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